哦，往上提，好，往前。哦，还可以，很好。哎呀，那我又要下岗。谢谢大师。小点儿眼睛都亮了，刚刚。哎呦，好，你看人大师送给我们的原浆酒，哎，天，原浆酒哦，他本来自己做，他喝了酒以后就更开心了。对我以为是追出来要纸呢，那我这抱着一团，跑不会了。对。哦，我认识他这么久，他从来没有送过那个纸给我啊。咱们这真是吃拿卡要的，那个纸人家本来送1张，咱们拿了有拿一叠，那个3000年最后拿了2张， 3张啊，他本来就塞了1张，然后他哥为什么可以拿呢？这个纸买呢，它不贵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350一张不是什么特别贵的纸。对，我是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因为我摸了，我觉得它好写，我就有那个欲望，我想试一试。我的点在这里。大部分人对手工纸了解，大部分就是宣纸。就是90%以上的人都是宣纸。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做活动，他说：“老师，你修书的纸是宣纸吗？”我说：“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们中国手工纸不都是宣纸吗？”我说：“没有啊。”那他说：“他说这个白的是白宣纸吗？”那我说：“黄的，它就是黄宣纸。”对。其实我们中国手工纸是非常具有多样性的，对，就是各种地域、各个生产的技术、各种材料，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它生产的每一张纸都是不一样，对，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手工纸现在很难在世界上有所，量实在太少，一个量太小，然后一个质量品质不稳定，对。它如果又要做到很能够商业化的去生产，它势必就不能用古法的去制作，对，所以那如果不能用古法之后，他就说那它就不算是旧的或是历史的这种最传统的一种方法。你说中国除了宣纸，还有多少种这个手工传统手工纸？难以计数，就算现在也是难以计数。地方都有他自己的。文涛老师，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在国内，我基本上所有地方都跑过了。就是我之前是喜欢背包游，但后面就背包游顺便仿纸，到后面是仿纸顺便背包游，所以我只去有纸的地方。那么其实就我就内蒙古和公鸡头那片没有去，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那边没纸。对。然后，但是我看到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就是在西藏地区啊，原来就是有手工纸的地方比较少。现在在318沿线出现了很多纸，我打算什么时候再把318走一遍。318国道。对。你自己一个人吗？有时候是1-2个人，2个人左右，因为那边就包车。不安全吗？不是不安全，包车我费用太高了，我承担不了。他们说你曾经被一个什么大车给扔半路上，对，山西的时候。他为什么把你扔半路上？因为我需要赶时间，虽然我是到正规的那种，就是中巴车客运站去坐的，但他那边我不知道为什么道理，他沿路就是拉客，然后甚至他们那个车的司机就是夫妻搭档嘛。他们甚至在半路上买核桃，司机去买核桃，然后我就在那边等，结果1个半小时没有开出临汾，那我到另外一个点，然后再换车到沁园去看手工纸，我时间就来不及，然后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因为我脾气有点大，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结果那个司机说：“来，我教你半路怎么拦车。”我说：“怎么拦车？”因为我人生地不熟嘛，他们就在那对面按喇叭，对面有一辆沁园的车，他把它按停。按停了以后，那因为你知道车子有速度的，他听到他喇叭声再踩刹车的话，出去了几百米。山西地区国道上什么车最多？运煤的车最多，对不对？然后又是傍晚，天都暗了。然后那天我背了一个60升的大背包，然后手上挎着一个绿色的小包，脖上套，然后手上挎了一个小背包，脖上套了个相机，就是连蹦带跑的就往那辆车冲过去，然后我听到那个压车的人说没有人啊，就没有人，那就开车吧。我吓死了，我说我就拼命喊，我说有人。结果我跨上车，那个车的台阶都很高，然后那个包太重了，我一口气没憋上来，就整个人往后倒。然后那个压车人是拽着我的包带把我拎上去的。结果上去以后我特别害怕，因为上面全部都是男的，是那种煤矿里就可能刚工人下班的那种矿工下班。那你说一个单身的女的，然后看到几个黑乎乎的，对，坐在那边我就特别紧张，就紧张到就是那个司机和压车的师傅都看出来了，然后他们也挺好，他说没事的，不要紧的，我们是正规的车，然后就把我安排在压车的师傅旁边。
但我一直就拎着心坐在那边嘛，就一直坐在那边。所以到底有多爱纸这件事情，才让你会去做这样子的事？非常热爱，就是你是浙江图书馆的，我是浙江图书馆的公主古籍修复师，对。那这不是单位？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行为，我喜欢，然后我就一直坚持去做。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攒假期，然后去做这些。然后我家里对我特别支持嘛，然后他们。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个古籍方面的？我是馆2代，我爸爸是图书馆的，我先生呢是大学老师，那他的年龄也比我大蛮多的，所以他对我特别支持，我想做什么都 OK， 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那在之前我接触古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逛街啊、玩啊什么的。然后等到我从事古籍了，那我对纸突然很感兴趣，我说我要去仿纸，我要出去，他从来不阻拦，他不跟我一起去，但他从来也不阻拦。然后我在家里我是从来不交家用的，所有的钱我都用来买纸，多好。然后我去外面仿纸。你说你现在家里有多少种纸？我家里好多种，我都数不清楚，因为我太多了，就我都没有时间去整理。但你都我不写，我不会写。我也是想问这个，对，我不会写。为什么喜欢纸？因为我做古籍修复这个对我跟我工作相关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然的亲近感。就看到它以后我就开心。刚才我就说，对，我就觉得中国人跟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有一种亲近感。对，摸着这个纸啊，我们觉得这个就特别中国。然后我对中国传统的老物件，我都有种天然亲近感，而且我们说观风望气那种气息。然后像我脖子上戴的就是那种太爷西亚的项链。他们说是2500年前的，哇，对，这种工艺是释迦牟尼时代啊，我不知道，但他们跟我说，因为我这个没有去研究，我就是喜欢看到好看，而且你们去看这种老的物件，放在很多时候它永远都不会过时，甚至有一些很时尚那种感觉，给你没有觉得它是落后的，对吧？就是它甚至很时尚、很洋气。你到处找纸都是哪里得到的信息呢？就什么地方有手工？就是有些时候看资料，然后我们有这样的圈子，然后我先跟他们联系，然后我自己再去。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成几何倍数的爆发，就人家都会来找你。我看了那个国家图书馆那个张志清馆长，对，张志清馆长给你写的那个对序，哎，他里边提到一个，他说达罗斯战役是西至东传的一个，对，第一个跳跃，我都没听说过。塔罗斯战役就是唐代后期的时候呢，就是阿拉伯国现在阿拉伯国家在新疆那一带呢跟唐军发生了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呢是唐军失败的。然后打败了以后呢，他当时有1万多名，将近2万名俘虏被带到了阿拉伯国家，因为当时的士兵他都是征集来的嘛，那有很多手工艺者。那么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批俘虏当中有那个会造纸的匠人，但是事实上就是在这次战役失败以后，阿拉伯国家的后面一年出现了第一家纸坊，第一座手工纸坊。对，就是东指西传。对，东指西传。丝绸之路还有个名称，你们知不知道？纸张之路。纸张之路。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很多纸张，也叫纸张之路。其实因为新疆地区它比较干燥，它很保存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时代不同的手工纸，新疆是很值得一去的。如果没有造纸术，如果没有纸文明，世界文明根本不是今天这个，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呢，我自己那天还恍然意识到，其实还有一点，中国人呢也是复制技术的先行者。中国的宝贝，中国艺术的这个精粹有一个特点，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它的影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用我们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就是冯承素那个双钩嘛，把纸蒙在这里，双钩笔法，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复制技术。原迹、真迹，大多都没有了，都是复制摹本，还好有复制，都是摹本。然后呢，中国还有一个什么复制技术啊？就是刻碑，在碑上，刻碑上石，然后拓片，就刻在枣木板上，刻在枣木板上，然后再在上面拓，一直到最后雕版印刷，这个什么宋版书啊，这本书，现代文明有一个特点，其实就是普通人都有权利。古代和现代，我看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普通人开始，对，可以知道了，对吧？不是只有上个阶层。那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印刷术和复制术，包括纸，
就是我就说现代文明不可能到今天，是，但是你想想，这是中国非常伟大的贡献，这太伟大了，怎么说都不过分的一种。对，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特别是纸张，一定是有温度，而且它是有生命力的。就你在跟它接触的时候，它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种物件，你不能跟它之间建立起一种很好的沟通和桥梁，你是不能够理解它的。它绝对是有温度，而且可以给你反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修复当中最深切的体验。就每个人他做的纸，就是朱老师做的纸是朱老师做的纸，换个师傅做的纸是换个师傅做的。他的情绪、他的技法、他的原材料，带着他自己的特色。那我相信这种纸对他们来说，它也是带有温度、带有生命力的。每个人带有他自身的一个基因在里面。这种技术上的东西是非常难以复原的。那到底什么是诚心堂纸呢？因为我们看的少，所以呢，就是了解也不是特别多。它诚心堂纸呢，当时是李后主在就是他们那个专门造纸的一个皇家纸坊，然后去做出来以后呢，他非常喜欢放在他的一个诚心堂里面。国灭70年以后，当时的一个官员叫刘闯到那个就是南唐后宫遗址里面，诚心堂纸就被丢弃在屋角废墟里面。那么他到那个遗址里面呢，翻找出了100余张诚心堂纸，翻找出来以后，他一个人就是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一个人那个，就送给了欧阳修，然后欧阳修呢又转赠给了梅尧臣，然后他们分别他们拿到这么好的纸就特别激动嘛，分别在上面提诗，就去描述它，去赞美它，去歌颂它。然后因为他们这些文人对这个纸张的加持以后，他就更加有名了，然后似乎给他镀上了一种很神秘的色彩。您像我，因为有的朋友他是画这个当代水墨哈，他们现在就找人就试验各种纸嘛，他们就在研究，说所谓的这个宋朝的用的这个画画的这个纸啊，有一种纸，他说实际上关键在于在纸上，还要压一层对涂料之类的东西。您知道高岭土？高岭土，对，对，是高岭土填料，这种就是加工纸了，不是树脂。在唐代的时候。生纸是祭祀这种用途，他们不会在生纸上写字画画，一定是在手纸上加工的。这个手纸跟朱老师刚才说的熟料纸不是一回事情，熟料是要经过蒸煮的，对，生纸是就直接抄起来拿出来就是生纸，这您知道。然后我们说现在手纸就是矾加矾，对，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只要对它有额外的加工，就是手纸了。哎，但是那种生宣的话，放了很长时间，它会变化了，对，它会变成手宣。它反化了，跟空气当中氧化交叉以后，它会反化。最后还是所谓的扣在这个矾上面，不吸水。他们说压上一层高岭土，那是一种什么涂层？就把里面的空隙，您这样想，把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把纸张里面的空隙给填上了，因为它的墨汁一定是顺着纸张纤维的结构去刷了一下走开的。宣纸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沙田稻草这种短小纤维去填补它。因为你把那个所有的纤维都想象成一种胶织物，它里面一定有空隙的。对，那这些空隙怎么办？就是用这种细小的纤维去填补它。那么高岭土用更细小的纤维去填补再小的纤维，把它变得更绵密、更紧实。这种技术从什么时候有的？蛮早就有了，比方说敦煌经卷，它是用黄柏染了以后，再打蜡牙光反复做，就是这样子。其实你像最早的画，其实最早的画还没有纸的时候，它就画也是画在墙上的嘛。对啊，对，壁画是吧？对。我后来想，等于他做出一张纸来，他压上一层土，是吧？那个感觉也有点像把纸做成了壁。对，其实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他在试纸的过程当中，他不停的在里面。就我们说很神奇，它为什么可以做到加这么多东西进去，然后达到一种想要的效果？可能就不停的在尝试，不停地在尝试。有些是可能造纸人本身的尝试，还有一些是文人或者画家在自己书写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想象，然后不停的去尝试。他们有些文人画家自己会做纸的。自己会做纸。哎呀，他们现在我那些朋友就是他们。你像那个就是我那时候到湖南龙回去仿纸，然后专门去他那个有个年画作坊去看了一下。他们上面就专门涂一层灰，就是石头磨成的灰。那这个石头就是他们那个河边，他们当地河边特有的那种石头，打磨成灰刷上去。但我问他这是什么石头，他说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对，就地取材。所以它很多纸都是有它的多样性。就我在山西仿纸的时候，它有很多厂房非常现代化，它做麻纸。然后那个老总非常自豪的跟我说：“汪老师，你看我们抄纸师傅是安徽请的，备纸的师傅四川请的。”那原材料外地买的，那你这个纸还是山西麻纸吗？
我希望看到是原生态。山西的麻纸非常有意思，它原生态麻纸非常有意思。你看朱老师这里的水槽，它是在地面上的；山西的那个水槽，它是在地下的。就在其他地方我可以站着拍照，在那边我是趴着拍的。哦，它是水槽在地下的，然后旁边2个窝，每个人站在这个窝里，他2个人超直，打料超直，在2个人在水槽里面，很好玩。哎，他们能存在是这东西总是能赚钱，它才能存在。蛮少，他完全凭情怀了。他甚至那时候2000块钱的帘子都买不起。后来是我一个民俗博物馆的朋友，他们就是为了支持他嘛，就是给他买了张帘子。然后就他们这些人非常淳朴。当时我这个寻纸书出来以后嘛，就是说但凡加上手工实物纸的书都是非常昂贵的。就朱老师说的手工纸文库，一本实物纸要书就5000以上，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能消费起。甚至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我买一下我也得想想看，对吧？对。就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当时跟人美商量的事情就是说，我放实物纸样，但我希望你们价格尽量低一点，然后我会尽一切力量把这些纸用最低的价格去跟他们采购过来。结果你知道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22种纸样，19家纸坊全部送给我。他说汪老师，你只要你出书，你说，只要你第1版的书，所有纸样我们都免费提供，按照你的要求。甚至山西那个老先生他就真的很好，他跟我说，他说汪老师你要出书是为了帮我们宣传推广，你要的纸我专门给你做，那你不要急，我专门给你做，做完了我给你寄过来。好感动哦！啊，真的是说多了，我就觉得都想哭那种感觉。你刚讲我都眼睛红了，我想说这得有多么的他们很淳朴，很善良。就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同理心，就是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去拣选他，去评价他，而是要感恩他们。没有他们做纸，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纸可以让我们来用，因为他们的坚持才让我们有机会用他们的纸去修书，才有让我们更多的选择。但是他们却非常感激我们，他们老是觉得我在帮他们，不是这样子的，是他们给我们好纸，就是情怀啊。对，就是情怀。这个东西解决不了市场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当时您知道那个山西的老先生，就是虽然是个笑话，但我觉得是蛮伤感的笑话。那次房纸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就是被扔在半路上那次。我坐的是那种蹦蹦车，就是3个轮子的。我那时候跟学生开玩笑，我说那次我知道为什么叫蹦蹦车了，因为它没有避震，然后那边修路况很差，它一震我就在里面蹦，所以叫蹦蹦车。蹦蹦车对，蹦蹦车。然后去了以后，他就一直在我后面看，他叫我姑娘，他姑娘就你一个人吗？他人家起码一车4个人来总要，怎么你一个人？他你太辛苦了，然后就把我带进去。然后我之前去的时候呢，看过一些资料，然后他那边还是蓄力碾麻。骡子碾麻，然后它那个骡子呢，在有一个视频上面，就是特别油光、毛色油光锃亮、特别健康的一头很漂亮的骡子。结果到那边看了以后，我就到处在找骡子。他说：“姑娘，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找那头骡子，它太贵了，养不起，卖了。”对，那我说你现在碾麻怎么办？他说租骡子，他租1天骡子200块钱，我租2天，就是碾一遍麻就是1天200块钱。那么碾2天的麻，他就必须要碾2天的麻，就刚好400块钱。我说那你刚好啊，400块钱就可以碾2天的麻啊。我说还挺好的。他哪里够啊？他说要600块钱。我说为什么要600块钱？他说骡子是从县城租的，骡子从县城走到村子里，走到村子里要半天时间，碾完麻再走回县城要半天时间，那就是又是200块钱。那我说那你就租3天，他不行，他说要600块钱，我养不起。就是他600块钱不够，所以他只能碾1遍嘛，所以他的纸张质量会有影响，这就是他们的困境。对，这就是他们很大的一个困境。虽然说起来大家觉得很好笑，像一个笑话一样，但是你体会一下这笑话背后，其实很心酸。对，就是心酸，心疼他们，真的心疼他们那种感觉。什么东西心酸？什么心酸？心酸就是开一下窗，有个苍蝇，我们就把那苍蝇放出去。苍蝇也很心酸，它出苍蝇不想苍蝇不想待在这儿，不想出去。赶宝贝儿出去。那个老师傅他们那边还有那种，他那个水槽，它叫海，他打槽，就刚才您试的那个打浆料，它叫打海。然后他抄纸之前打1000下海。那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打1000下海？这个数字太大了。他们有打海鸽，
他们要唱歌，就跟山歌边唱边打。不，他不是这样抄，他就这样打海。就刚才文涛老师做的那个动作，他们叫打海，其实我们叫打槽嘛，打槽就把浆料打散。他会唱打海歌，那个打海歌就是跟山歌对唱一样的，我唱一句你对一句，我唱一句你应该介绍给我们，我们去拍。你手二个，手三四，手五六，手七儿，手三个，10的手。你觉得种种这些手工纸啊，它们的区别，因为原料是不是只有这么几种啊？是竹料，对，竹料，木料就是近现代的机器纸或者现代的纸张，我们就先不谈它。木浆我们不谈它，我们就谈那个就是麻料、皮料，然后那个藤。现在他们在就是那个绍兴那边在恢复它那种纸张啊，但我觉得它还可以再继续努力啊。然后再是竹料是最多的，然后就是剩下安徽的混料纸，2种以上的原材料加在一起，我们认为它是混料纸。宣纸呢是？宣纸是混料纸，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檀皮纸吗？你们喜欢加檀皮的纸？加檀皮的纸。好比说现代人类生活，他选择了一种纸最大量的纸，比如说复印纸，对吧？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复印纸？是因为它的原料最便宜，还是因为它综合来看？它是能够最白或者最韧或者什么，就纸有标准吗？我们说什么纸好？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很难回答。他们一直在准备制定手工纸的生产标准，但因为它手工纸有它多样化，你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界定它。就好比说，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书画，选择了宣纸呢？那么也就是说，宣纸是不是经过了所有的比较？可能它就是最适合写字画画的。对，可能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太写字画画，所以我看纸的话，比方说我对宣纸就没有特别的感情，因为我们修书很少用到，就是特别是那种厚的净皮、特皮那种啊，就是很少用到这种纸。还是为了效果？对，为了创作效果选择不同的纸。就是按什么用途来决定它的标准。对，刚才文涛老师您不提到那个宣纸吗？到了明清之后，大家这种。比如说纸张的尺寸开始变大了，有大尺寸的纸张，然后开始用羊毫笔也变大了。对，需要创作那种书体也是比较大的、苍茫的风格的那种金石器的东西，它需要呈现这个效果，它只有那种厚的，甚至是生宣这种宣纸，才能晕染出那样的效果。对，如果特别薄的纸，那么我写小字是可以的。那么当你大纸大字去写大笔大字的时候，那个力道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容易破。对，它需要能够 hold 住和拖住你那么多的墨和那么大的比例，所以才会越来越厚，或者是说越来越生也好啊，熟也好啊，各种。它为了那个效果。你像宋以前，对吧？他在绢上面，或者咱们说的，他们就说画那种特别工笔的画啊，就是得有这个涂料啊。对呀，有这涂料，它才能不那么阴呢。对呀，是吧？但是后来你比如说到了明代，它有了这徐渭这个大写意，它大写意就需要这个生宣才能体现它这种大写意的效果。像他们画画什么的，其实也是新现代这些名家他们那种大尺幅的那种大写意的画，水墨啊，包括山水啊，它需要那种晕染的效果。那么也只有生宣它能够体现这种效果，但是还不能太生。对，好的生宣或者是放一放，所谓刚我们提到的火气没有了的呢，呈现出来那个效果，它会比如说它的层次感啊，它的整体带给你的那个气息啊，会有一点古意。要用那种咱们刚烘出来那种纸做，可能画完之后各方面它那个墨色和颜色，它就是让你觉得很浮躁。这个词儿很躁动。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纸它的标准是什么？其实，如果真是喜欢啊，就是纸的质感本身就是很可亲的。当你特别注意去看纸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它有一种有感情的这种亲和美。对，薄有薄的美，厚有厚的美。然后你像竹纸的颜色泛黄的，或者特别白的颜色，甚至你就说咱们那个皱皱的，是吧？摸上去，这手感好舒服。对，像我们小时候说什么马粪纸，
对我都不知道马粪纸是什么，就是那种纸板里面那种黄黄的那种纸张，就特糙的一种，对，特糙的。对，但是现在呢，你要说这小文青给你写封信，他就觉得写在这边特别马粪纸上复古写的一个装个信封里，你又觉得这个好美。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见的少，对就想用一些跟现在我们见不到的东西。没见过手工的东西，他们觉得哎呀好好玩，好有意思，好可爱。所以就比如，所以我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说，不讲用途的话，纸有没有审美标准？我觉得没有，我也觉得没有，就看你的需求。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使用，是吧？就脱离用途，说标准都是耍流氓，是吧？对对对。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就每个故事都不一样，每个纸的故事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他们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单纯关注纸本身。因为只有他们对。其实你想，我就说我们去香格里拉看东巴纸，那边一个东巴的小伙子，就那个怎么说呢？他们东巴是一个祭司的意思。只有在东巴这个地方用东巴纸，让东巴在上面写东巴的文字，对，才是被能称为真正的东巴文。哦，对，是这样子的。我之前有一本书叫《输入修行》，他就给我写了“输入修行”4个东巴文字，然后反正我们谁也看不懂，他说这就叫输入修行。对对，然后他很好玩，80后的小伙子2米多。因为我个子就很高嘛，到那边我看着我这样看他2米多，然后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他能够造纸，而且能够造好纸？我之前不明白，到那边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道理。水嘛，对，水源，太厉害了。因为他们说，就是像富阳这边也是因为水，它的水还要神奇，它的水是乳白色的。为什么是牛奶啊？不。碳酸哦，石灰水，对，就石灰水，因为它那边的山，它有个山叫白水台，它那个山就是白颜色的，它就分解出来的水就是乳白色的，然后它那边的水造纸特别好，它去酸，对，去酸，然后它自然就带有弱碱性啊，这个纸张弱碱性，所有东西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它山上又刚好有这种植物，它刚好砍下来，然后你知道当时为了欢迎我们。他去把他们村里面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羊皮袄跑出来给我们跳舞。晚上没有篝火，但是有月光，然后他们年纪大的就把自己的纺车搬出来，在下面唱歌，那个声音特别清亮，就很感动，很感动。就我待会儿手机有个视频，就是你就当时跟他们去感觉到，你就一种最原生态、最奔放的一些状态，然后它照出来的纸就是非常原生态，非常。有很多东西它。学不来或者偷不走啊，就像是安徽泾县做宣纸，贵州的茅台酒，它就是因为没有那个水，甚至或者说没有那个天气，或者说没有一些原材料，它就是你配方一样没用，它一定要在本土上才是有它生命力的。那我顺便就给大家讲一下新疆的故事啊，可好玩了。新疆墨玉县的桑皮纸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2017年暑假，我下定决心我要到新疆去。当时说到最热闹的时候，基本上有8个人的一个小团队要去，到结果0要去的时候，我一直等他们，我机票没买，一直等他们，然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对，我当时想瞒着我家里人，自己一个人偷偷去的，然后，后来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还有人要跟我一起去新疆吗？结果我一个小学同学找到我了，他说他可不可以去？我说可以啊，可以啊，我都好开心啊。到现在为止，我父亲依然认为我到新疆是5、6个人的小团队一起去的。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爸经常让我拍大家的合影。新疆地大物博，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给你合影去？最后我们在那个就是库车这个地方准备坐火车之前，我们有时间，我们到一个就是唐玄奘身坐讲经的一个地方，一个遗址去考察的时候，碰到2个宁波的女孩子。加一个日本人，加一个德国人，当灵眼。然后他们说大家聊天聊得很好，然后他们那个日本人就德国人就提出来我们合影，然后我好开心，合了一张影以后，凑足了人交给我父亲。我父亲说怎么还有老外啊？这是一般女儿跟男朋友偷偷旅游的时候的手段。啊，是吗？给家里交代的手段，对，知道吗？但是我先生完全 get 不到这些点，完全 get 不到这些点。您是哪的人呢？出生就在杭州，长大也在杭州。其实我在我20多岁，将近30岁之前是很少跑出去的。那就是从小上学都在家边上。对对，全部都在家边上。对，我跟你说，都说江南女子啊柔美啊，我没有。可是我见的几个江南女子，我觉得怎么都是挺阳刚的，就是都是那种冲冲打打的，都是。上海女生没有温柔啊。
那就怎么温柔的我都吸引不到呢？而且上海女生不是走温柔路线吧？说嗲呀什么，我一个都没碰到。会，我知道一个女生，但是她说话确实很嗲，真的很嗲，就是我一个女生听着她我都会骨头都酥掉的，真的，好想保护她那种感觉。我说好喜欢，好喜欢，真的好喜欢。说话好那个，她叫我姐，她怎么叫的？姐，然后就这么叫很多尾音，对，有尾音的，我学不来。但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其实也是很温柔的，台湾男生都会说话很温柔，很温柔。对，我们就鼻腔共鸣多了一点。对，我自己觉得。我害你，回去的时候听不懂他们讲啥，或者您更喜欢哪一种呢？他都喜欢，都喜欢，都是一种，我都喜欢，我喜欢，都喜欢。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好喜欢，好喜欢。这个词儿太这个说法，好喜欢。就跟福建人说看灰机，道理一样，看灰机，花灰，花灰，好喜欢。我觉得不能老说比较逗，那个共鸣在后面学不出来，再来一个，来一个，对，好喜欢。对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了解了是吧？哎呀，我好喜欢。待会儿去我们单位的话，你们会觉得我们在那边工作很幸福，是吗？面湖就是太幸福了，对，又有湖有山，有灵气，有山有水。然后在1906年的老建筑物里面修书是一种什么体验？一定很冷，对。阴冷，太冷了！我这4年最大的怕的就是杭州这个冷。杭州是阴冷，特别是老建筑里这个冷，冷的我呀暖也暖不过来。我到了3月份还要开暖风机，穿着棉裤，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怎么一个北方人还这么怕冷？”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北方有什么误解，他们觉得北方人不怕，北方是至少都会有暖气，对，市政供暖。那时候我北京的老师问我：“你这里冷不冷啊？”我说：“冷死了。”我穿着短袖在吃冰棍呢。我说：“你气我吧。”对，北方是可以的。哦，我知道这个杭州口音，你看他说冷啊，他发音靠前，冷死了，冷，有点他嘴这儿那你怎么说？北方怎么说？冷死了，冷死了，冷死了。